更何况，他还有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婚外恋情上。接下来靠你了。今天，我带着我妈妈、妹妹还有妹夫一起来这里开庭。他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我已经找到了工作，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虽然我挣的钱没有陈俊生挣得多，可是养育孩子需要物质基础。养育孩子不仅仅需要物质基础，更需要的是我的家庭。我爸爸很早就抛弃我们母女3个了。等一下，让我说完。我爸爸很早就抛弃我们母女3个了。我妈妈很年轻的时候就一个人拉扯我们2个孩子，她那么辛苦，所以她脾气大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我妹妹妹夫经济条件不太好，他们做小本生意，有时候做得不好，吵架，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一家人虽然常常会发生矛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彼此的爱和依恋。我想你们应该理解我说的吧，在座的很多人应该都像我这样的年纪，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家庭上长大的。我们的家庭虽然会吵、会闹、会打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永远吵不散、打不散的，因为我们想起这个家，就是觉得很温暖、很踏实的。所以，我想你们应该都像我一样，觉得孩子在一个物质条件差一点，但是彼此依恋的家庭下长大，好过在那个物质条件好，但是却人心涣散的条件下长大。我以前是没有工作，但是我努力了，我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一定是有办法养活我的儿子的。孩子从小生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哎呀，太好了，今天是不错的呀，表现得好啊，好不错的呀。就是赢了吗？不是还没判呢吗？你怎么就说我们赢了呢？我干这行几10年了，我有把握。放心吧，车子、孩子、房子全是你们家的，等着吧。这事也不用那么困难吧？啊，孩子有了，房子也有了，大好全胜领呀！你别说，我姐刚才临场发挥，我都傻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她这么能说。不是那话是你姐说的吗？我怎么不相信呀？我姐，我女儿，哎，就是说太好了，差点没把我说哭了。哟，我姐呢？哎，是啊。过去了，还好，这个新的开头不算太坏。官司就这么打赢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刚才说话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我已经无法回想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只记得贺海临走前对我说的那几句话。不管别人什么状况，关键是你的表现。挺住，一定会赢的。谢谢啊。还有他的手似乎带给了我某种力量。3个小时以后，将是唐晶
和贺涵的订婚宴，祝福他们金童玉女，白头偕老。看我干嘛？我先送你回家，我回公司。晚上咱们酱子见了啊。穿好看点。你呢？你不回去换衣服了？时间来不及了，公司有事儿必须得今天做完。所以我叫你穿好看点嘛，帮我添点喜气。我穿这么好看干嘛？又不是我结婚。雅琴，不好意思啊，让你帮我去接平儿。我今天去面试，实在走不开，我妈也没空，只好麻烦你了。应该的，我以前不都是接送平儿的吗？现在特殊时期啊，你说今天去面试了？怎么样啊？我被正式录用了，明天开始上班，是正正式式的上班，不是试用期。哎呀，是吗？做什么的？卖鞋卖包。你不知道，今天我跟那个经理聊天的时候，把他都聊傻了。哎呀，太好了，太值得庆祝了！哎呀，这么长时间头一次看你这么开心。以前就知道买来吃买来穿，还以为离了婚天就塌下来了，没想到这些东西还能派上用场。平儿呢？我叫他走了。啊，那个先生在家。我还以为你，真是没想到。真没想到我还活着。找工作去了？不然呢？在家等着为你哭死，然后活活饿死，还是每次等你来看平安的时候，再抱着你的大腿，求你施舍我一点怜悯。子君，陈俊生，过去1个月里，我见识了你所有的冷漠和无耻。当我在医院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从今往后，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我要用尽全力去恨和去报复的那个人。除此以外，一点点的夫妻恩情和一点点的不舍都不再有了。对不起。我不接受。我曾经以为对一个人的感情和依赖，从有到无，会是一个渐渐消减的过程。但事实是，它会在某一个时刻，甚至某一个瞬间，突然的力减为零。就像你听到一个长长的回声突然被切断了，留下了巨大的空虚。我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这一天。在我大概有几天没有见到陈俊生之后的这次见面，几乎在目光触及他的一瞬间，恩断义绝。从伤心爱人到冷漠路人，我能实在地感受到断裂在心里的发生。这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我知道我是过失方，会有困难，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花钱请您来嘛。你呢，先别着急，这方面呢，对你来说确实不利。但是前一段时间罗子君服安眠药企图自杀，下一步我们只要证明他情绪不稳定，没有独自照顾孩子的能力，再加上他缺少经济来源，那我们的机会大多了。他找着工作了。你不是说他不愿意也不可能上班吗？是，我也是刚听说。我是听说他找着工作了以后，我当时都以为我听错了呢。什么工作？是一家品牌的专卖店。这一行他确实是专家。不过我觉得他干不长的，顶多1个星期。你想啊，这营业员的苦他肯定吃不了，早出晚归的，不仅身体辛苦，而且得看人脸色。我觉得他做不长，这一条应该不用考虑。如果说他做了几天又不做了，那就进一步能说明他没有工作能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坏打算。我跟他生活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
是他现在可能是想改变，想做些事情，但是他能接受改变，这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我觉得至少不会发生在这几天吧。好。然后呢，就是他的娘家人。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他们娘家人并没有能力协助他正常的抚养孩子长大，那我们的机会大多了。罗子君的家庭，我客观说吧，如果他们要来参加庭审的话，可能没到现场，就乱成一锅粥了。啊，这年头还有这样的吗？嗨，来了。孩子呢？还在里面待着呢。我能跟他谈谈吗？行吗？他担心什么呢？他说他有点害怕，他不想跟平儿一起住。嘉庆，嘉庆，叔叔能跟你聊聊吗？嘉庆，叔叔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你来看看呢。嘉庆，叔叔能跟你聊聊吗？你想什么呢？我知道，平儿啊，不会过来跟你一起住的。你把心放肚子里，人家才不稀得过来呢。但是我听说你不想让他跟他妈妈住在一起。是啊，那他也不会跟你住一起啊。他去爷爷奶奶家。他能习惯吗？平儿啊，从小就特别喜欢跟他爷爷奶奶一起住，因为他爷爷奶奶家养了一只特别大的金毛狗。这回为了让他习惯住过去呢，我又把他的房子重新给翻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跟小朋友们在一起玩 Xbox 啊，在大桌子上一起做作业、做模型。总之这么说吧，但凡是一个男孩，都会喜欢住那儿的。那平儿知道吗？他爷爷已经给他打电话了，还拍了照片。平儿是非常兴奋的，啊，他是没问题的。那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以后呢，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或者什么情绪，都可以直接来问我，我也会直接给你回答，像大人那样，好不好？那彭璇，那我回房间了。谢谢你啊。其实平儿如果愿意住过去的话，这应该算是最好的办法，是吗？律师跟我说最好让平儿主动提出来住过去，这样对我们有好处。律师还让我跟我儿子挑明，说跟爸爸住就什么都有，而跟妈妈在一起就什么都没有。但我开不了口。律师这么说，是考虑这个小孩子的年纪，所以说，如果他说将来愿意跟谁住，也算是加分吧。但是跟孩子这么说，太残忍了。要不，我跟嘉欣再聊聊。可是你不是说平儿也不愿过来住吗？就是说呢，你说我们的工作是一天天的给别人解决问题，当自己有了问题，无路可走。你后悔吗？后悔来得及啊。
出来了，一条道走到底吧。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就是觉得对不起孩子。妈妈，雅晴来接我的时候，爷爷和奶奶跟他一起来的。爷爷说，你们以后要是离婚了，我想跟谁住在一起？他怎么说的？他说他们搬进了个大房子，给我准备了特别好玩的房间。他叫我去看看，看完了就肯定不想回来了。你怎么说的？我说那我也要跟妈妈住在一起。妈妈，不过明天我答应过爷爷去看看，就去看一下。爷爷说大金猫想我了，还有我房间里可以看动画片，我保证就去看看，最多玩一会儿。平儿，妈妈现在已经上班了，也赚钱了，我们也可以买大电视，我们也可以养大金毛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去1个小时行吗？半个小时。好好，就去玩一会儿。耶！我可以去玩喽！耶耶耶！耶耶耶！大家进吧。哎，快进快进，阿姨快！哎，狗狗，这里也有大的狗狗。太阳，哇，什么呀？那个房里还有游戏，要不要去看看？这地方，哎呀，这边，我的天哪！哎呦，这么大的地方啊！我的天，哎呦，这得多少平米呀？什么时候买的这房子啊？得1、2千万吧？哎，对了，我还听说就这个小区使用的是那个全套的海尔智能家电，说是那个冰箱可以控制那个烤箱是吗？哎呦，房子简直太好了呀！哎呦，有了和孩啊，你要一个人住，简直是这太浪费了呀！哎，唐晶啊，你上什么班呀？直接搬过来做少奶奶好了呀！哎，你先坐，你先坐。我跟你讲，我要是你啊，我不出门，我就在屋里天天待着。哎呦，太好了呀！您坐下啊，你们慢慢聊。我呢还有点工作，我去回复几封邮件。哎，你大白天的喝什么啤酒啊？你大白天的，搁这不就让人喝的吗？这喝酒还饰演的东西，我跟你讲。说谁呢？谁丢人？我喝个酒怎么了啊？谁刚才一进我哟，1000多万啊！谁丢人呀？你少说两句，我少说两句。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人家，我跟你讲，你说都是人，你看看你自己，你还好意思讲啊？都是男人，你说你什么样，人家是什么样？我跟你说，我要是你，我就冲你啪，我撞死就好了呀！我啪，我撞死我变照片，我就贴你床头，我天天上你睡觉，我让你睡觉我天天看着你，我还想睡觉。停！听我说两句，哎，行吗？真的这个人不知道。行了，你少讲两句，你先听人家把话讲完，好不好？我们今天来谈正经事。你坐下来。好，阿姨，少说两句啊！兄弟，咱们做男人的都不容易啊，给我个面子啊！听我说两句，行不？好，你讲呀。没事。今天我们坐在这儿，是为了罗子君女士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对吗？所以重中之重是你们在座的一家子，不能吵，非但不能吵，而且要表现得非常的和谐。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感觉到罗子君可以依靠他自己，还有您妹夫，把孩子抚养长大。所以所有的争吵从现在开始必须停止，能做到吗？哎，那天人家问我说我们家老是吵架，要紧吗？你不提还好，一提就把我的火逗起来了。你说你怎么这么笨呢？笨也就算了，嘴还这么欠。有你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啊，谁生的像谁？你好意思说他笨？阿姨，你拿钱说不好。别吵了！
刚说我别吵，怎么又吵了呀？就是他太不像话了。说出去的话、做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已经发生了，没有用，收不回来的，对吗？我跟你讲哦，对不起啊，律师啊，就这个我们家这个女婿这个素质简直太差了。但是你听我讲啊，就是刚才你说这个我女儿争这个抚养权的事，还不光是这个吧，还有房子的问题啊。你想一想啊，我女儿今后是要改嫁的呀，带这个孩子就会减分的。要是有个房子呢，那就是加分的呀。妈，我们现在说的是孩子抚养的问题。对呀，说的就是孩子有关的事情啊。我跟你讲，你说你啊，你比如找一个男人，你能有这么大一套房子，那就算了呀，对吧？但是你不行啊，你要万一你找不到怎么办？你找不到，你陈金生那套房子就是你这辈子跟我妈住的是最好的房子了，你晓得吧？一般来说呢，孩子归谁，房子就归谁，所以大家不要吵了，先说说孩子的问题好不好？哎，你们耐心安静聊一聊，我再去给你们拿点矿泉水。那个酒还有吗？有。至于在法庭上是什么流程，各位应该怎么回答问题啊？我都给你们做了笔记，还有提示，一一备注。待会儿啊，拿回上面有自己名字的那份就可以了，回家看清楚啊。但是我再重申一点，一定要表现得非常和谐，要有教养，要幸福和睦，互帮互助。即使你们不能挣到很多的钱，也要让大家感觉到家庭氛围特别好，孩子的身心可以健康的成长。我相信，法官一定会倾向于你们。至于宣判结束以后，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跟我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哎呀，律师，我跟你讲啊，就我们这个家啊，干什么都行，就是要和睦。你嗨什么？你嗨？哎呦，你们俩嗨什么嗨了？你嗨什么？我嗨。我嗨你了吗？分手，分手！给你怎么那么多事情？你个大男人！你老干什么了，妈？你这个孩子，你怎么你吃里扒外的东西？我哪有吃里扒外的？你不像你妈妈，你老向着她干嘛？我是你妈呀，我把你养大的呀。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呀？然后，走你！耶！散会了。谢谢你啊，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今天。你应该谢谢唐晶。培训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培训完了，这2天跟着在学呢，明天早班。那不错。谢谢啊，恭喜你跟唐晶。贺涵叔叔，赶紧来，又开始了。好，来啊，评分啊，击球，没有。接球，哇，哈哈，厉害厉害，来，耶！好，赶紧了啊。基本上呢，我们是胜券在握。一个自怨自艾的母亲和一个风华正茂的父亲之间，只要你表现出足够的诚恳，对孩子教育和亲密关系的重视，还有孩子未来的规划发展，我们的赢面要远远大于对方了。是这样啊，除非有必要，我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盘点我上一段婚姻的问题，特别是数落子君的不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现在并不是你讲人情的时候。小姐，你们自助的单已经买过了。买过了？谁买的？这位先生买的。我是给雅琴打电话，想带孩子出来吃饭，雅琴说你们在这儿呢。好吃吗？不好吃，没以前的好吃。那我们下回换别家啊。我是说来吃披萨，意思是说家里晚上没人。那行，多少钱？你告诉我，我给你。不用，一顿饭嘛，请孩子呢。也好，谢谢你。我们回家吧。我送你吧。不用了。现在打不着车。妈妈，我们可以坐爸爸的车，然后把打车费给他。平儿，我们出去逛一逛，总能找到车的。走吧。子君，就让我送你们吧。我还给孩子买了自行车，在车上呢。
送就送吧，这样平儿能早点洗澡睡觉。不管怎么说，有孩子还是一家人嘛。来，平儿，走。车就门口了，走吧。这是慢点。行了，妈给你放这儿了啊，明天下学可以骑了。我能先玩这个吗？平儿，你最多只能玩半个小时，一会儿就洗脸睡觉了啊。爸给你打开啊。妈妈说了啊，玩半个小时。你最近那个睡前课外读还读吗？玩也不能耽误学习啊。我能跟你说几句吗？出去说。就说几句，我就走。我愿意把孩子和房子判给你，是对的。毕竟错在我。这样，00的房子呢，被前夫要走了，我们现在是租房子住。等我住过去呢，就是2个大人加1个小孩。等以后这父母老了，我也得把他们接过来住，这就是5个人了。但是现在的房子只有60、70平，显然是不够的。跟我说这些干嘛？是这样，你看，你带着平儿，加上雅琴，这顶多3个人。就是能不能，我给你按揭一套小的，这个大的我们来住。但是2个房子差价我补给你，绝对不亏你的。这个按揭的房子呢，写你的名字，将来你怎么处理都行。陈俊生，你怎么好意思跟我提这个？我是真没办法了。你知道，我真是恨不得拿我所有东西来补偿你个平儿。但我挣多少钱你是知道的，之前是赚了不少，但我们家开销也大。我之前算是努力赚钱养家的，我对我自己不说，但是我对你和平儿，在钱方面是不亏欠你的。我就想你多少能不能念点旧情？念个旧情？你跟我离婚的时候，你念过旧情吗？我不是没有求过你，我求求你念念旧情，不要抛下我跟平儿。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说的？那就当我没说，我再想别的办法吧。真是没想到，突然间会有这么多问题。但我是真希望你跟孩子会越来越好，至少比我好。房子的事儿，我会考虑一下。谢谢。我真不是要占你们便宜，就是互相通融一下。走吧。谢谢。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就心软了，看着一个过去给我依靠、让我羡慕不已的男人，突然变得像孩子一样胆怯和无助。我确实如他所说，顾念起了旧情，只是这种旧情的成分里，不再有依恋，更多的是怜惜。我来送孩子上学。跟爸爸走吧。那你呢，妈妈？妈妈上班去了。一起吧，送完孩子再送你。不用了，受不起。我还想跟你聊聊房子的事儿。进去吧。拜拜。爸爸妈妈再见。再见。你不是有事儿跟我说吗？车上说吧。你看公安大楼的房子怎么样？比之前的是小一点，90多平，但是呢地段好，周边服务设施也挺好的。你昨天才跟我说的，今天早上已经看好房子了。不是，我之前呢在链家 APP 上看过照片，看过实体房子，觉得也不错，随时可以入住，手续人家也给办。所以你是早就已经替我决定好了要买这个房子，让我搬过去了，是吧？不是的，我是想，如果你要是不肯搬过去的话，我跟玲玲要住的。这卡你拿着，里边有20万，算是补偿吗？这确实是我能拿出来所有的钱了，没有更多了。你要是觉得不够呢，我之后分期付给你。每月你跟孩子的钱我也会给，房子的月供也我来出。还有什么要求吗？好，我搬过去，但是我有个条件，以后给我和儿子每个月的抚养费多加2000块。房子小点我无所谓，但2000块直接影响到我跟皮儿的生活质量。怎么了？不舍得啊？不是，就是突然觉得你像变了个人。那你要我怎么样？还是你说什么我听什么？然后你煽情到极点，我就痛哭流涕，伤心欲绝，最后还是成全你们，委屈我自己，对吗？那你要我怎么样呢？我确实能把我给的都给你了，没有其他的了。你不答应我就加到3000了。子君，你记住，是你逼我的。来啦！哎，你好。哎，你好。这是罗子君家吧？啊，是啊。这里有份快递。这什么呀？箱子，快递单在这儿，签一下吧。箱子。是罗子君收，没错吧？哦，没错。你们这是要搬家了吧？搬家？啊，对。没人搬家呀。因为这个箱子啊，它是专门搬家用的。哦。我把你抬进来吧。哎，好。哎，慢点啊。好。往那边放。好的。这一款呢是我们克里缇娜最新的专业沙龙植萃的机能系列，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都是进行量身定制的。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喂，
啊，喂，你好，那个箱子是您送的吗？啊，对对对，是我送的，我是玲玲。巨生说你们过2天要搬家了，让我订点纸箱给你们快递过去。我以为过2天才到呢，没想到这么快到了，真是不好意思啊。不是，谁搬家呀？没有人要搬家呀。是这样的，俊生呢给罗子君他们买了一个新房子，可能过2天要搬过去。你是雅琴吧？我一直听俊生说起过你，这些年你带平儿辛苦了啊，而且这段时间你也挺费心的，真是不好意思。其实找一个好保姆挺难的，他们能找到你，真是他们的福气。哎呀，你看你这话说的，先生一直对我都挺好的，能找到这样的东家也是我的福气。那，谢谢你啊。那我就挂了啊。哎，好，再见。哎，罗小姐，这是您的钥匙，这以后有什么需要啊，随时联系我就可以了。谢谢。好，那我先走了。南楼201。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没有跟我商量一下？哎，那么大的一个房子，你说换就换了？你连他给你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你都不知道，你就答应了？这不是来看了吗？婚都离了，还要被他再骗第2次。走吧，给我看房子去。这里没有保安啊。真是挺旧的。这房子怎么感觉冷冰冰的？合适住人吗？可能住一住就好点吧。我估计连你们家雅琴都看不上吧。雅倩肯定不会喜欢的，她一直说原来的房子特别舒服。你要是觉得这房子不合适呢，直接跟陈俊生说不换了，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他都给我20万了，每个月还多个2000块的抚养费。你不知道这2000块对现阶段的我来说有多重要呢。你把原来的房子卖了置换，拿到手里也不止这么点钱。你觉得我现在还有心情去置换、看房子、买房子吗？你看看这儿，看看这些家具，陈俊生分明是做好了充分的打算，恨不得我今天就带着孩子和雅琴搬进来住，把原来的房子腾空了给他们。我看着急把你从那个房子里赶出来的不会是陈俊生，是玲玲吧？你听我说，你去找陈俊生，让他给你写一张欠条，2年之内再补偿给你50万，要不然你就不搬。他嘴里说今后补偿你，慢慢补偿，口说无凭，必须落到白纸黑字。还有这笔钱，玲玲必须知情才行。我现在给你写一张欠条，你直接拿给他签字。2年50万会不会太多了？以我对他薪酬水平的了解，2年省50万，肯定能省得出来。这2套房子之间的差价何止100万啊！你已经亏了，我的冤大头小姐。哎，说到冤大头啊，何涵才是冤大头呢。半路杀出个 Vivian， 婚没定成 ，case 也丢了。我现在只要想到何涵，脑子里都是战争场面里那些舍身取义的画面。打算怎么报答他？跳过订婚直接结婚，还是立马给他生个3胞胎啊？怎么了？我做错了一件事儿。我那天不该那么着急的下楼去找艾登，还拿着什么所谓的证据举报何涵，阻止他们签合同。其实何涵已经决定让步了，不管我去不去找艾登，他都会让步。我当时就是太着急了，我心里只想着输赢。我这么做让何涵伤心了。可是何涵不是一直希望你果断一点、狠心一点吗？想让你成为何涵第2啊。
工作上这是好事，但感情上未必是好事。他自己已经是第一了，再跟自己第二谈恋爱，你觉得有意思吗？其实你想多了呢。收好了，我的大小姐，别忘了。哎，这什么东西啊？哦，那个谁打电话过来，说是搬家要用纸箱子，陈先生让订的。还没说要搬家就催着我走，真是心够急的。那这个放这儿还是放走廊？那看样子你是知道陈俊生要我们搬家了啊？你怎么想啊？你跟我和平儿一起走吗？子娟，你是了解我这个人的，我对吃啊住也不是挑三拣四的人，不然也不会干这份工作了。这平儿呢，也是我一手带大的，我像家里人一样，我当然希望看着她长大。要不是因为家里有点急事儿，你家里怎么有事了啊？我亲姐姐病重了，我必须得回去一趟。这个事儿我1个月前就想跟你说了，这不是看你也焦头烂额的，所以想等你安顿好了再跟你提这事儿。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去多久回来啊？这个不好说。我那个姐夫走得早，孩子都在城里打工。我姐要是真瘫痪了，我得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呢。不过我肯定会回来的，我也舍不得你跟平儿。我要是回来给你打电话。雅琴，你说老实话，是不是觉得我钱给你给少了？我可以加的呀。不是，真的是因为家里有事儿。不是你这样我都一点准备都没有，我现在还在上班，怎么照顾平儿啊？你要么容我1个月的时间好吗？我再找到一个放心的保姆，你再走好不好？我也想啊，不要说1个月了，我恨不得一直待下去。可是家里这个事儿没办法，人命关天。哦，那个平儿的衣服还没洗呢，我去洗了。根本不可能，50万，又不是5万块钱。都给了他，我们日子怎么过呀？不当时说好的是20万吗？然后每个月给他2000块钱，到时候剩余的我们再贴补给他。我怎么知道？我态度很坚决。要我说，你就不该这个时候把箱子送过去，这不是撵他走的意思吗？你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吗？我吃相不想那么难看，可是你说的呀。当时你看见我买打包箱的时候，你说给罗子君也买一点，让他搬家的时候能方便一点，我就给你买了呀。再说我们租期也到了，如果他不搬走，我们住哪里去啊？是当时你不让我续租的。要不我跟房东再聊聊，我们再租1年。对不起，我太急了，我脾气不好。但是我是真没想到，他突然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这怎么说？就是态度强硬，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而且我觉得他不是说说的，我要不签这个字啊，他是铁定不会搬走了。他不是吓唬我。我去跟他说。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会好好跟他说的，而且没准是好事儿呢。他看见我了，把气儿全撒出来了，没准你再跟他谈就容易了呢。
雅琴要走，玲玲要跟我谈谈。我厚着脸皮问陈俊生要多一点的钱。每个月多出来的2000块钱，对过去的罗子君来说，买双鞋都不够。我睡不着，但是我必须睡着，否则明天上班站不动。我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否则明天眼睛肿了要挨店长骂。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是这样的，我其实工作特别忙，中午休息时间只有10分钟，所以最多10分钟我要赶回店里上班去的。哦，好的。我知道你特别恨陈俊生，也特别恨我，我理解的，你心里一定积了不少怨气。我今天来就是准备让你来出气的。今天我们就把旧账都算清楚了吧，你开心吗？算清楚？怎么算？你告诉我怎么算。好。冷静，不发泄，不指责，他和陈俊生就永远欠你。这个账呢，没法算。如果你今天中午就是来跟我说这些，我们还是别说了，因为这笔账怎么算，你跟陈俊生都是欠我的。这2年之内5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20万顶多了，1个月之内付清，你看可以吗？不管是50万还是多少，说过的话就不能收回，不能让步，否则你就是一个可以被讨价还价的人，后患无穷。这件事情呢，没有可商量的余地。如果你们觉得我要的太多了，那我就不搬了嘛。反正这个房子我住了这么多年，我也住惯了，挺好的。你好，你点了摩卡。好，谢谢。10分钟到了。对不起，10分钟到了，我得回去上班了。祝你们幸福。这杯咖啡我买过了。谢谢你啊。不客气，那晚上见。好。哎，干嘛？起来！子君啊，我们陈家是对不起你，可是你不能这么狠心呐。君生之所以想回来住，不是为了别的，那是因为我们2个年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所以他才想把我们带回来住的。你现在问他要这么多的钱，他要是有的话，早就去买一所大的房子了。子君啊，你以前心肠都是很好的呀。子君呐，你也知道我们老2口平时省吃俭用，这是我们全部积蓄，25万3千块钱连整带零都在这儿。我看这样吧，咱也别2年了，我一次性都给你啊。您说那50万啊，我们实在拿不出来，行吗，子君？子君啊，我今天把我的金银首饰什么的也都带来了，你要需要的话你就拿去啊。你也知道的，我们是把老底儿都交给你了。哎呀，那个老太太，你这又是何必呢？你也知道，子君不是那样的人，他不会要你那些东西的。这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好歹以前都是一家人，怎么现在弄得这么斤斤计较？我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我多希望在这个时候还有贺涵的手机在那头教我怎么做。我闭上眼睛，我想如果换做贺涵，他会怎么做？
会骂我同情心泛滥，容易妥协。他会要我坚持，保护自己。你别哭了，你这个身体本来就不好，哭了会伤身体的。子君啊，你现在要这么多的钱，不是让我儿子去偷去抢去犯法才能拿得出的吗？做人不能这么狠呐！这些首饰你拿回去，不要，这对你来说很有意义，对我来说什么用都没有。你不要了？我不要这些，我要的是2年内给我50万。啊！程俊生已经动用了他的情人，现在把老两口又搬出来跟我讨价还价。我要说的是，这件事在我这儿没有商量的余地，不管是他找谁来都不行。妈，我现在不该这么叫你了，阿姨。你现在一心想跟儿子住在一起，你也生怕母子分离，那你应该可以理解到，当时你们老两口跟陈俊生怎样不顾一切的要从我身边把平儿抢走，我是什么感受？你们还只是一套房子的问题，大不了再租个公寓就解决了，而我当时的境地，要比你们崩溃的多。子君，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善良的孩子，怎么现在你变得这么狠呢？啊？你们让我跟儿子搬到小房子去住，2套房子之间差价100多万，我只要50万，不多。狠心的不是我，狠心的是你们的儿子。对不起，我要去上班了，不然我要迟到了。要是觉得我要的太多，我就不搬走了。明天我把门锁换掉，你们重新买一套房子去。子君啊！还有，你们刚才说我变了，没错，我是变了。所以麻烦你们回去转告你们儿子，以后有什么事儿直说，不要再浪费时间跟我谈感情。我们之间最没得谈的就是感情。老太太，没事没事，别伤心了。那您怎么这么开心呀？哎呦，我当然开心了呀！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呀，50万呀，50万呀！我就说嘛，我就说这个房子不能这么白白的给他呀，是不是啊？哎呀，这源源不断一波一波的，这个赔偿钱就到了。哎呦，太好了！哎，这个说这个军军长进怎么这么快啊？他跟谁学的呀？哎呀，真是太好了！跟唐晶，是不是跟唐晶学的？大概是吧。哎呦，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跟你讲，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就落地了。不行，这唐晶还得好好帮他。哎，听说唐晶这本事是跟你学的呀？真的假的呀？不敢不敢，他天赋异禀，自学成才。阿姨啊，那您接下来是在这儿再等一下陈俊生，还是怎么样？不等了呀，我等他干什么了？不用我教训他了，我们君君可以自给自足了耶。好，阿姨啊，那您这边请。哎呦，麻烦你送我啊！你看，啊，我就说，你看你工作这么忙，你还去送我啊？好在啊，我不是回家要远一点的，我就去南京路。你说你人怎么这么好啊？我跟你讲啊，唐晶真的好福气耶。好，阿姨，走，我送你来。哎，好，来把您的包拿上。哎，好呀好呀。哎呦，我真没有想到哎，这事儿太好了，简直是的。哎，阿姨，看脚下。好呀好呀。
阿姨啊，哎，去南京路哪里？啊？逛街啊？不是的，不是逛街，我要去那个百乐门的。百乐门？对的。去跳舞啊？是呀。要不然，你看，我穿这么漂亮的高跟鞋干嘛呀？我这个鞋子啊，6000多块钱的，都是羊皮底，不能沾水的，沾水就废掉了。就是去跳舞的。哎呦，不好意思。大白天的去百乐门跳舞？是啊，否则呢？贺涵，你不会以为我是去到那个什么公园啊、广场去跳舞的吧？百乐门那个地方还是要高级一点的，因为需要买门票，所以人呢都比较正规。哦，正规是什么意思啊？正规就是说啊，到那儿表面上是跳舞啊，但是实际上是去找老伴儿的。因为呢，花了钱了，买了门票了，所以人跟人之间呢，心还相对的能够诚实一些的。就是我觉得比在外面喝咖啡要好呀。你比如说，我跳了一支舞，我觉得哎这人还不错，我继续跟他跳。但是我要觉得跳完这支舞感觉不好的话，我就可以跟他说我累了，我要休息一下，我再换一个人，我再看看别人怎么样。一支舞的时间，您就能知道对方人好不好？对的呀。哎，我跟你讲啊，有的人啊，他是说的话和心里想的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你不知道啊，你就会被骗啊。但是跳舞不同，你只要手一搭，几个身体动作，你马上就会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古板先生啊，他还是一个老色鬼了。阿姨，您真是高明、智慧。哎呦，贺涵，你夸我我都不好意思的。我不过是阅人无数了。我跟你讲，我真的，你比如我一看你贺涵，哎呦，我就觉得真的好的不得了。我就想你要做我女婿多好呀！哎呀，可惜我的2个女儿真是高攀不上。至于说这方面啊，真的，我有功夫我跟你好好的聊一聊。就这个人呐，你好的，阿姨，你看前面马上到了，来，您喝点水。哎，好呀，好呀，谢谢啊。哎，你怎么没有跟那个老万跳舞呀？对的呀，我才不呢！老婆刚死了2个月，就急吼吼的出来跳舞发展女朋友了。哎呦，我最瞧不上这样的人了。哎，怎么？是那个戴着金表的那个老头是谁啊？哟，你的眼睛倒是蛮尖的哈。那个戴金表的是华侨，刚刚来的。哦，哎，听说他的老婆啊也没有了呢，他儿子在美国的呢。哎，条件挺好的，而且修养看着也蛮不错的啊。哎呦，你太迟了啦！你看，人家是带舞伴来的，他嘛也就是借这个地方跳跳舞。是啊，已经有组了。哪个？就是跟他一起跳舞的那个女的呀？就是呀。哎，看上去身段还蛮可以的哈。一看以前肯定是学过的。切，跟你讲啊，一看就是个骗钱的货色，真的。就这个大金表，早早晚晚被他骗的。珍珠，你来了。哎呀，老林啊，你好。我们跳一个。哎，好的呀。哎，去吧。谢谢啊。娜娜，过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
你把这个数据统计一下，所以关于鞋的这些的。啊，喂，啊，什么事？罗子君，干得不错嘛，又在自我强大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哎，你在听吗？哦，贺小姐，你好，你好。对，上次你要的那双鞋，我帮你到仓库去看一下有没有货啊。你稍等。对，我帮你留了的应该。你稍等，我看一下啊。你说什么？你怎么知道那50万的事儿啊？贺小姐，刚刚把你的母后大人送去了百乐门舞厅。啊？我妈去舞厅了？她去舞厅干嘛？您去舞厅穿这双鞋？哦，哎呀，那我跟你说，我们这双鞋非常合适的，我们这个鞋跟一点都不细，穿着很稳，而且我们牌子的鞋底是很软的，保证跳舞是脚不痛的。那如果你要的话，我就帮你留着了，好吗？你的尺码我是知道的。哎，对，好的，那你有空来试一下。没问题，留一双大红色的，不要羊皮底，可以去跳舞的。拜拜。那明天我帮你们把东西拿上车，我就不跟过去了。回老家的车票你买了吗？还没有，明天去买得着。我来吧。你是？妈妈，我们的新家很远吗？不太远，就是比现在去学校呢要远一点。我们的新家漂亮吗？当然漂亮了。你的房间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那为什么雅琴阿姨不去呢？雅琴阿姨还回来吗？会回来的，放心吧。你去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好吧。刷牙啊。晚安。晚安。雅琴，你也去睡吧。你呢？我一会儿就睡了。终于是曲终人散，终于是离开了那个容留我整个青春的，以为是庇护所的大房子。我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山一程，水一程，但至少我是迎着阳光的方向而去。光阴笼罩下的过去，就由它渐行渐远，我不回头。